上世紀90年代，我們這邊的街機廳中，一枚遊戲幣5毛錢，1塊錢3枚。在那個幾乎沒有什麼零花錢的時代，能夠兌換到2、3枚遊戲幣，對我們10來歲的小孩來說，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了。遊戲幣帶着手心的溫度，少年踮着腳尖，從人群的縫隙中觀望着街機屏幕上花花綠綠的遊戲畫面。少年在不大的遊戲廳中來來回回，最終擠過人群，在三國遊戲的機台上投入了帶着手汗的硬幣，開始了他一統天下的征戰。而這個三國遊戲就是90年代街機名作《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吞食天地2》這款可以3人合作的輕版動作遊戲，在街機廳一亮相時，許多玩家仿佛被拉入了時空漩渦，一不留神就能從下午放學後酣戰到月上枝頭，連回家吃晚飯都忘得一乾二淨。這款遊戲究竟有着怎樣的魔力，能夠牢牢拴住玩家的心？遊戲營造出了獨特的臨場感和代入感，最多可以支持3名玩家同時上陣。不過我們小地方的街机廳只能看到雙人的版本，能和夥伴并肩作戰，共同討伐賊寇，仿佛此刻的自己已經化身成為武聖。百萬軍中取敵首級的暢快感油然而生，夥伴們擠在機台前，你一拳我一腳的合力闖關，互相配合，偶爾也會輪流投幣，各自續關，是要將遊戲幣的價值榨取到極致。對親歷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每一枚投入的硬幣都承載着一段與夥伴熱血奮戰、忘乎所以的珍貴記憶。而我對《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則有着不一樣的感情，因為這個遊戲是我當年接觸到的所有街機遊戲中唯一一個能夠讓我一幣通關的。街機廳的90年代是屬於卡普空遊戲的時代，那時的卡普空剛憑借《街頭霸王2》掀起了全球格鬥狂潮，但他們並未忽視輕版動作遊戲的陣地。卡普空在街機市場投放了最新硬件平台 CP System Dash， 俗稱為 CPS 1.5。這塊基板徹底升級了街機玩家的遊戲體驗。CPS 1.5 作為初代 CPS 與 CPS 2之間的過渡基板，引入了 Q-Sound 多聲道環繞音效等新技術，讓遊戲音畫方面的表現力得到了飛躍提升。憑借 CPS 1.5 的強勁性能，《吞食天地2》作為一款2D 遊戲，呈現出了更為宏大的戰爭場面和更震撼的音響效果。街機廳中，玩家們被遊戲中的馬蹄聲、廝殺聲所深深震撼，無不被其身临其境的立體音效所折服。在創作理念上，《吞食天地2》同樣立於時代和文化的交匯點。它改編自日本漫畫家本宮弘治在80年代連載的《吞食天地》，這是一部以《三國演義》為藍本，卻融入了天界龍王、魔界幻獸等奇幻元素的漫畫。卡普空在将其改編為街機遊戲時，做了關鍵取捨。遊戲繼承了漫畫中人物的豪爽兄弟情誼和英勇形象，但刻意淡化了原作的奇幻元素，將劇情拉回到更貼近小說《三國演義》的史詩戰爭框架。簡單說，玩家操控劉備陣營的5位名將，不再騰雲駕霧或召喚神魔，而是實打實的在亂軍中馳騁，一路過關斬將。這種日式熱血英雄與卡普空式街機動作的融合，讓《吞食天地2》既保留少年漫畫的豪氣，又契合街機遊戲直觀爽快的節奏。值得一提的是，卡普空早在推出此作前，就對本宮弘治的漫畫進行了多方向改編。從1989年 FC 角色扮演遊戲《吞食天地》，到1989年街机輕版动作遊戏，也就是初代《吞食天地》，再到1991年 FC 角色扮演續作《吞食天地2：諸葛孔明傳》，最終在1992年誕生了街機的《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可以說，《吞食天地2》誕生於卡普空最輝煌的時期，公司拿出了最強硬件，再加上多年的積累，將三國題材與街機輕版動作結合得爐火純青。卡普空的這番投入很快就獲得了回報。《吞食天地2》上市後，在業內贏得了亮眼的成績和高評價。在日本遊戲雜誌的評選中，它被玩家選為1993年年度熱門遊戲的第3名。Game Machine 雜誌的街機營收排行榜上，它多次榜上有名，展現了穩定的吸金能力。即便在那個格鬥遊戲如日中天的年代，《吞食天地2》仍憑着輕版動作遊戲的獨特魅力佔據一席之地。美國行業雜誌 Playmaker 1993年也收錄了這款遊戲，充分證明了遊戲在北美市場同樣表現不俗。卡普空街機遊戲時代的光芒，
不僅屬於龍泉飛舞的格鬥遊戲，也屬於劉關張的熱血群俠。吞食天地2正是這一黃金時代的傑出代表作，在後來卡普空官方的輕版動作合集中，將其列為90年代輕版動作黄金陣容的7大王牌之一，足見其在卡普空遊戲中的地位。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的遊戲難度設計恰到好處，每一關的敵人數量和強度逐步提升，迫使玩家不斷蓄幣挑戰。但與格鬥或射擊遊戲不同的是，輕版動作遊戲的魅力在於合作，圍觀者可以隨時加入戰場，一台機器可以2-3個人一起玩。對街機廳老板而言，這意味着更多的投幣量，而對玩家來說，一枚遊戲幣帶來的快樂會因夥伴的加入而成倍放大，即便很快 game over， 也會義無反顧地再次續幣。在亞洲地區的遊戲文化研究中，三國題材遊戲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街机廳遊戲中提供了共同扮演英雄、合力抗敌的舞台。玩家走進游戏廳，在吞食天地2中選擇心儀的武將，瞬間化身為關羽、張飛、趙雲、魏延或黃忠，共同對抗曹魏大軍。這種群體代入感在多人協作的輕版動作遊戲中尤為強烈，每個人都如同戰場上的兄弟，相互配合馳援，在酣暢淋漓的遊戲後，還能培養默契，提升友情。在那個沒有網絡遊戲的時代，街機廳就是線下年輕人的社交網絡。日本有遊戲中心文化，港台有機鋪或遊藝場，雖然名稱各異，場景卻驚人相似。圍滿觀眾的熱門遊戲機台，歡呼與惋惜聲交織成一片。在香港、台灣等地，吞食天地2這類三國遊戲入駐街機廳後，同樣收穫了玩家好評。這類遊戲在90年代的大陸地區和港2台街機廳中人氣極高，常常一台機子前圍得裡3層外3層。可以說，當年的街機廳就是這樣的熱血天地。一枚硬幣，一群好友，加上一段3英戰呂布式的熱鬥，構成了無數玩家青春記憶中的閃光片段。吞食天地2能夠經久不衰，其扎實而創新的遊戲系統設計功不可沒。作為一款橫版卷軸遊戏，它繼承了快打旋風等經典作品的基本操作模式，8方向搖桿控制走位，2個按鈕分別負責攻擊與跳躍。通過組合操作，可實現抓取、投擲、衝撞等豐富招式。然而，在這個傳統框架之上，吞食天地2注入了獨特的創新元素，讓整個戰鬥體驗更加豐富且具有深度。武將特色是遊戲最值得稱道的。關羽、張飛、趙雲等5位各具特色的名將，每個角色的攻擊範圍、移動速度、投技能力都經過了精心設計，從力量型到敏捷型應有盡有。這種差異化設計不僅提升了遊戲的重玩耐玩價值，更促進了夥伴間的戰術配合。力量型的關羽適合在前排清剿雜兵，速度型的趙雲則能在側翼游走支援。當玩家在同一台機器上默契配合時，往往能產生1+1大於2的協同效應。這種體驗是其他遊戲難以企及的，這也成為了吞食天地2最令人難忘的關鍵因素。相較於大多數輕版動作遊戲來說，吞食天地2引入了騎馬作戰系統。上馬後，角色的攻擊方式將徹底改變，可發動橫向掃蕩或直線突進，一次衝鋒就能掀翻整排敵軍。這種快意廝殺讓玩家仿佛親臨千軍萬馬的古戰場。然而，策馬揚鞭雖勇，卻也暗藏風險。在馬上，角色的受攻擊範圍相應擴大，更容易陷入敵軍包圍。為此，遊戲巧妙地設計了騎馬加步戰切換的機制。當遭遇密集包圍時，可以及時下馬，利用小範圍機動規避圍剿；清理成群敵軍時，再躍上馬背，以強大衝鋒突破防線。騎馬戰鬥不再是通關的必備條件，這與前作全程馬上作戰的方式有着顯著不同。作為一種調節節奏、扭轉戰局的戰術選擇，卡普空在後續推出的合集中還特別強調了這一特色，逐漸騎馬系統已成為吞食天地2的標誌性元素。作為輕版動作遊戲，吞食天地2在保持爽快感的同時，也為熟練玩家提供了施展華麗攻擊的空間。基礎技巧是通過走位擒獲敵人，進行連續攻擊後銜接投技，將敵人重重摔出，造成範圍傷害。當陷入重圍時，遊戲還提供了消耗體力、釋放必殺的應急手段，一招即可震退周遭敵軍。但由於必殺會扣除一定生命值，使用時需要把握最佳時機。這套戰鬥系統帶來了層次分明的操作體驗，新手依靠基礎招式就能享受遊戲樂趣，高手則追求無傷通關。
相較於前作，本作的敵人更加智能，駐兵數量顯著增加，敵軍會從多方向實施夾擊，因此高水平對抗更需要講究策略，善用縱向移動規避包圍，巧妙運用投技或騎馬衝鋒打亂陣型，創造逐個擊破的戰機。這種緊張刺激又充滿技巧性的戰鬥體驗，讓玩家在街機廳裡樂此不疲。遊戲以三國經典戰役為藍本，從博望坡、長坂坡一路征戰至赤壁。遊戲中包含了9個主關卡和2個獎勵關，幾乎完整再現了赤壁之戰前後的歷史歷程。每個關卡的場景設計風格迥異，時而置身曠野平原，策馬迎戰敵軍，體驗野戰豪情；時而轉戰江面火船，重現赤壁水戰的緊張氛圍；時而深入敵營腹地，展開巷戰般的近身搏殺。這種戶外與室內、陸戰與水戰的持續切換，讓遊戲過程如同欣賞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電影。吞噬天地2通過精妙的關卡場景變化，在2D 輕版遊戲中成功再現了三國時代波瀾壯闊的戰爭圖景。當玩家推進至最終之戰，面對漫天烽火與敵軍大將時，都會不由自主地湧起歷史英雄主義的澎湃激情，仿佛親身參與了那場決定三國格局的史詩戰役。這種強烈代入感，正是這款遊戲讓無數玩家沉迷的重要原因。作為一款以三國歷史為背景的經典游戲，《吞噬天地2》在登陸不同市場時，經歷了一場精彩的本地化改造。雖然各版本在核心玩法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劇情內容和演出細節卻呈現出鮮明的文化差異。這些改動不僅反映了90年代遊戲廠商對各地市場的精準把握，更成為研究遊戲本地化的生動案例。日版與亞版忠實扎根於三國歷史與本宮弘之漫畫的土壤。遊戲中的關卡標題直接採用博望坡、長坂坡、赤壁等歷史地名，讓東方玩家瞬間帶入《三國演義》的宏大敘事。然而，當遊戲漂洋過海來到西方，卻經歷了一場文化換裝。世界版中，關羽變成了伯托，張飛化身卡薩爾，趙雲成了蘇布台，黃忠改名為卡丹，而魏延則被稱為阿巴卡。整個敵對陣營更是被徹底重構，曹操勢力被替換為虛構的上羅王國，而曹操則成了名為阿基拉·奧克漢的暴君。這種將歷史人物重新包装的做法，被業界視為降低文化門檻的明智之舉。在90年代初，西方玩家對三國典故知之甚少，卡普空選擇用更通俗的奇幻冒險敘事來確保遊戲的全球接受度。這種文化翻譯雖然讓原作粉感到莫名其妙，但卻成功讓以三國為題材的背景故事走進了西方玩家的視野之中。除了角色和故事內容的改編，遊戲中的敏感內容也經歷了精心調整。日版第6關正式開始前出現過一位女性角色投井自盡的場景，這段情節在日版中極具衝擊力，深刻展現了遊戲所描繪亂世中的人性悲歌。然而在國際版中，這個場景被完全刪除。這種修改明顯出於對歐美市場審核制度的考量，因為此類場景在西方遊戲分級體系中屬於高度敏感內容。標題的本地化同樣耐人尋味，世界版選用命運戰士這個更具西方色彩的名稱。本地化團隊甚至重寫了所有過場對白，刻意避開真實的歷史地名和歷史事件，確保西方玩家不會因文化隔閡而感到困惑。需要特別說明的是，1996年在日本發行的 PS 和土星移植版完整保留了日版內容，滿足了老玩家重溫經典的需求。從時間坐標來看，60、70、80年代出生的玩家正是《吞噬天地2》街機輝煌時期的親歷者。這群人中，有的在90年代已步入青年，有的還是背着書包溜進遊戲廳的學生。但無論年齡差異如何，他們都在這個遊戲裡找到了共同語言。現如今，當年的少年大多已步入中年，可每當提起《吞噬天地2》，記憶中的激情便會瞬間點燃。可以說，這款遊戲已成為他們青春的存檔點，每次提及都能立即讀取那段精彩紛呈的遊戲歲月。對國內玩家而言，《吞噬天地2》承載着獨特的文化共鳴。在它問世之前，三國故事更多停留在小說、连環畫和電視劇的層面。卡普空的《吞噬天地》系列成為最早將《三國演義》引入電子遊戲的先驅之一。它讓玩家首次能夠親身扮演關羽、張飛這樣的傳奇英雄，以互動方式參與歷史著名戰役，這在當時是極其新穎且令人振奮的體驗。要知道，光榮公司的《三國志》系列策略遊戲和後來風靡的無雙系列，都要等到數年甚至10多年後才興起。
而 Capcom 在80、90年代就通過街机和紅白机，將三国歷史敘事深植於廣大玩家心中。從影響力和懷舊價值來看，《吞食天地2》的青春餘溫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隨着街機漸漸退出主流舞台，這款經典卻依舊閃耀着光芒。2018年 ，Capcom 正式推出包含本作的 Capcom 輕版動作合集，老玩家們紛紛在 Switch、PS4 等新平台重溫經典。更令人驚嘆的是，在民間玩家社區，仍有鐵桿粉絲通過 OpenBOR 等引擎制作《吞食天地2》的同人格鬥遊戲，改編新關卡，甚至在2020年代還湧現出以其為基礎的全新創作。這些現象充分說明，本作在核心玩家群體中依然保持着強大的懷舊號召力和再創作生命力。《吞食天地2》如同一瓶陳年佳釀，彌漫着當年街機廳的特有氣息。穿越時光的長河，《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所代表的不僅是 Capcom 在2D 時代的巔峰之作，更是讓三國故事在電子遊戲中重獲了新生，將玩家帶入到那個群雄逐鹿的史詩戰場。它也啟迪了無數後來者，許多三國題材遊戲開發者都將這款遊戲視為靈感源泉，在各自作品中延續着那份不變的熱血情懷。若你的青春也曾與好友在街機廳裡並肩征戰過，歡迎分享屬於你的街機廳故事。你還記得哪些為通關而廢寢忘食的激情時刻嗎？當年的戰友們如今身在何方？一枚硬幣，一段青春，讓我們在回憶的長河中再次出發。感謝大家的耐心觀看，我們下期再見。